47万平方米的庞大候车大厅内，回音清晰可闻。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——雄安站，投资近300亿元，设计日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，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的空间，却只有3-5名乘客拖着行李箱孤独等车。8车道的宽阔马路上，一辆车也没有。穿过空旷的广场，崭新的现代化建筑群映入眼帘。远处塔吊林立，机械轰鸣。这里是被称为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，中国正在建设的终极智慧城市。自2017年建设以来，这座被寄予厚望的未来之城已经累计投资8354亿元，总建筑面积超过5000万平方米，规模相当于3个纽约。它被定位为继深圳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之后，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。然而，走进这座超级新城，迎接你的不是人潮涌动的繁华景象，而是一座等待人气的空城。一位当地人感慨道：“公园修得这么漂亮，却没有人来，太浪费了。”这座耗资万亿的现代化都市，为何人迹罕至？它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？是烂尾困局，还是即将腾飞的破茧之蝶？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神秘新城的面纱，去一探究竟。2017年4月1日傍晚，一则简短的消息如惊雷般炸响：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宣布将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。新华社通稿评述：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，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，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，是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。一夜之间，几乎没人听说过的河北小县城雄县立刻成为全国焦点。为什么选择雄安？为什么在河北？雄安新区地处北京、天津、保定三角腹地，距离北京仅有100公里。这里既不靠海，也没有大河，只有白洋淀这片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作为生态基底。从全球城市发展经验来看，最成功的新兴城市几乎都依托海港或大河，如深圳毗邻香港，上海浦东临江傍海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普通，让雄安成为中国城市建设革命性实验的理想白纸。相比深圳和浦东，雄安的野心更大，挑战更艰巨。这不仅仅是一座新城，而是一座全新概念的城市。规划显示，雄安总面积约1770平方公里，与深圳市的面积相当，比纽约大3倍。总体规划人口控制在500万左右，预计总投资将达到惊人的30万亿元，这是恒大集团负债的15倍，几乎相当于深圳2022年全年 GDP 的10倍。从创建之初，雄安就担负着3重使命：第一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。北京人口已突破2184万，其中外来人口800多万，造成严重的大城市病。而雄安将吸纳北京的部分人口和功能，为首都减压。第二，探索内陆城市发展新模式。中国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，珠三角和长三角已成为经济增长极，唯独京津冀区域发展疲软。雄安承担着平衡南北发展的重任。第三，建设未来城市样板，摆脱传统土地财政模式，实现高质量、高科技、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城市发展，为世界城市发展提供中国方案。为了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，中国调动了空前的智力资源，60多位院士、35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了雄安的规划编制，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关注度最高、动用机构最多、涉及领域最广、聚集人才最密集的一次城市规划。雄安从无到有的建设格局分为6大片区：荣东片区、荣西片区、雄东片区、起步区、攒岗片区和大河片区。其中，荣东、荣西和雄东3大片区主要用于安置原住民，已建成并入住了近12万回迁居民。而最核心的起步区被规划为未来雄安的心脏，将集中承载从北京迁入的高端产业和功能。从卫星图像可见，这座未来之城已初具规模，一座现代化都市正在华北平原上拔地而起。但雄安的未来却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。
因为这座被称为千年大计的城市，从诞生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走寻常路。一纸文件，一夜疯狂。2017年4月1日，雄安新区设立的消息发布后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潮瞬间爆发。北京到保定的高铁趟趟满员，交通拥堵到连高速都下不来。通常安静的街道上挤满了挂着北京、天津乃至山东、黑龙江等地牌照的高档轿车。雄县房价从年初的每平米4000元，在4月1日晚上叫价6000元，到4月3日下午已狂飙至25000元，短短72小时内暴涨超过 500%， 创造了中国楼市史上最疯狂纪录。当地宾馆客房一夜之间被抢订一空，街头巷尾充斥着躁动、兴奋的气息。一位北京居民开着车，提着一后备箱现金买下整层楼后，拿着私下签订的合同扭头就走。另一位北京投机客带了50多万元现金想买房，因全款还差10多万，等待筹钱期间，房子被他人全款买走，当场痛哭。面对这股汹涌的投机狂潮，政府出手迅猛。4月2日，3县紧急召开会议，布置管控房价事宜，商品房一律停售，二手房中介全部关停，在建房子全部停工，农民也不允许自建房。一家雄县销售中心的大门被封条封住，雄州路上的房屋中介纷纷清理招牌上的字迹。雄安新区设立的喜讯从登上头条起，不过短短4天，楼市便陷入冰封，炒房神仙梦瞬间变成噩梦。然而，雄安新区本身的严格管控，也将投机热潮推向了周边地区。徐水、霸州、白沟、定兴等地迅速被封为环雄4小龙，成为投资客的新目标。徐水区离雄安的荣城仅几十公里，几天内就横扫万亩土地，涉及17个村庄。央广网记者调查发现，徐水征收的这些土地，有的连批准都没拿到就先占了，其中甚至包括国家明令禁止变更用途的永久性基本农田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原本表面上要建釜山文化村的农田，转眼就变成了豪华别墅群，配套高尔夫、酒吧、垂钓俱乐部，房价高达每平米2万元。被政府以建设粮库为名征地的金宝路地块，中途也鬼使神差的成为了一个名叫兴隆盘的小区。而白沟新城的房价更是从每平米5000至6000元一路狂飙至16000元，成为环雄楼市的房价之王。当时整个白沟镇的 GDP 也只有区75亿元。一个农村村民指着眼前的高档楼盘对记者说，这一片以前都是我们的耕地，政府从我们手里以每亩11.9万元的价格收走，现在我家这3亩多地都卖了，也买不了一套房。与环雄地区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雄安本身对房地产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严格控制，房住不炒在这里被执行的淋漓尽致。想在雄安买房，需满足3+1条件，必须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相关的企业签署合同，在雄安无房且能开具无房证明，有1、2类疏解企业的社保满1个月，或在新区纳税满1个月，3类企业则要满1年以上。此外，北京户口在新区积分落户、有本科以上学历等都是额外加分项，这让雄安成为中国购房限制最严格的地区。这里是干事创业的热土，不是炒房投机的天堂，成为铁律。7年过去，当初的炒房狂潮早已消退。如今雄安的回迁居民根据家庭人数分配到了多套精装修房，从50平到140平米不等，拿到的房子远超原来的生活标准。然而这些房子根据政策要求，10年之内不能买卖，只能出租。如今在雄安街头，随处可见挂着房屋出租的广告，只要1000块钱左右就能租到一个80-90平的3室精装修房。但即便如此，空置比例依然占据大半以上。在雄安，关于房子的悖论正在上演，一边是全国最严格的购房限制，一边是大量精装修房无人问津，一边是环雄地区的疯狂炒作，一边是雄安内部的低租金与高空置率。这种反差也成为了雄安新区城市建设者们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。如何在不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，
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未来之城。雄安不仅仅是一座普通城市，而是一个打造城市操作系统的宏大试验场。在这里，城市被设计为3层叠加的立体结构，地上一座城，地下一座城，云上一座城。地上一座城以生态宜居为主要目标，雄安的整体蓝绿空间占比高达 70%， 远高于大多数城市，处处有公园，时时有景观，在这里不是奢侈，而是标配。为避免大城市通病，雄安严格限制建筑高度，小区居民楼最高不得超过15层，先植绿后建成的理念，让雄安的建筑真正从花园中长出来。按照规划，雄安实现300米建绿、500米建园的全覆盖目标，在任何位置300米内必然有公园绿地。更令人惊叹的是1公里净森林计划，要在城市中建成不同树种、不同层次、可自然演替的真正森林系统，而非简单的景观绿化。在社区设计上，雄安构建了15分钟生活圈，居民可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满足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商业等生活需求。这意味着未来居民的工作、生活和交往空间将高度重合，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压力。地下一座城是雄安最惊人的创举。目前，雄安已建成超过2200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，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足球场，且大多互相连通。理论上，居民可以直接从家门口的地下停车场开到隔壁社区，无需上到地面。更令人震撼的是全球首创的地下物流系统。传统城市里，物流车辆只能在夜间进城，严重影响配送效率。雄安将所有城市物流通道放在地下，建造了8米宽、4.5米高的双向全自动无人驾驶车道，彻底解决了地面交通和物流配送问题。此外，雄安还建设了超大规模的地下综合管廊，总长度已达380公里，将通讯、排水、电力、燃气等全部集于一体。这让雄安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传统城市常见的井盖，所有市政设施都被统一收纳在地下，只在路边设置专门的检修入口。云上一座城是雄安的数字孪生。走进雄安之眼，雄安城市计算中心，你会看到每栋建筑的3维模型，每条管道的精确布局，每条街道的实时车流量。这个投资高达4亿元的城市大脑可以实时调整红绿灯时长，缓解交通拥堵，监测管道状况，预防安全隐患，甚至能追踪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环境变化。雄安的智能交通系统堪称惊艳，街道上的路灯实际上是集成了 5G 基站、城市监控和 AI 分析的多功能终端。它不仅能自动感知环境和天气情况来调节照明强度，还可辅助交通调度和行政执法。未来，雄安将部署无人小巴运营，实现无感停车。居民走到公交车站，无人巴士会自动停靠，上车后车上的刷脸系统将自动提取身份信息，完成身份判断和支付，实现公共场所的无停留快速通行。雄安的道路网络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宽路稀网模式，采用窄路密网设计，既增加了道路两边的人员和商业交流，更容易聚集人气，又能通过智能交通系统避免拥堵。这座3层叠加的未来城市，每一项技术创新都直指传统大城市的痛点。然而，所有这些超前的规划和建设，在没有充足人口的情况下，仍然显得有些冷清和超前。走在雄安的街头，最令人感叹的是豪华设施与冷清人气之间的强烈反差。高配的社区、完善的绿化、宽阔的行人步道，处处体现出高级感。但这些精心打造的公共空间几乎无人使用，形成明显的资源浪费现象。当地人常感慨，这些高品质设施若不使用，实在可惜。截至目前，荣东、荣西和雄东等新建片区已有12万居民喜迁新居。这些回迁居民根据家庭人数分配到不同面积的房子，从50平米到140平米不等。而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回迁房全部精装交付，配置堪称豪华。门框、地板、墙纸、鞋柜、衣柜、吊顶、抽烟机、灶台、水槽、马桶、浴霸、洗手台、燃气热水器一
一应俱全，基本上居民再买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。这样的配置，即使在北京的富人区也难得一见。回迁房设计上也非常考究，几乎所有房子都坐北朝南，南北通透，采光极佳。下午时分参观主卧，可以清晰看到充足的自然光线。厨房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U 型橱柜设计精巧实用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完美的回迁社区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：房子很多，人却很少。根据政策要求，这些回迁房10年之内不能买卖，只能出租。如今，雄安街道外抬头一望，常常可以看见不少人家窗户上贴着出租房屋的广告，只要1000块钱左右就能租到一个80-90平的3室精装修房，但空置率仍然惊人。现实之下，有些居民虽分到多套房，却仍住在外地打工；有些将房子出租，但无人问津；还有些索性让房子闲置，等待政策变化或未来升值。除了住房，雄安的公共配套设施更让人啧舌。每个社区都配备了多功能社区中心，可提供生活服务、老年娱乐、青少年活动等功能。社区卫生中心更是令人惊叹，不仅有中医科、儿科、妇科、内科、口腔科、外科、疼痛科等基础科室，地下1层还配备了 CT 室。60岁以上老人在这里体检完全免费，1年4个季度都有，不参加还会有人打电话催促。社区居民看病直接走医保，而且药品没有加价。河北各大医院的专家还会定时来此坐诊。教育资源同样配置齐全。按照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要求，每个社区附近都有幼儿园、小学和初中，按片区划分上学。这些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全国招聘，素质普遍较高，不少拥有硕士、博士学历。幼儿园的收费也令人惊讶，1个月的伙食费和保育费加起来才400-500块钱，远低于大城市动辄数千元的收费标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雄安实行租售同权政策，只要在此租房，就能同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。从北京迁入雄安的高新企业员工可以申领雄才 A 卡，住进价格优惠的保障性租赁房，全家户籍迁到雄安，孩子就能在当地上学。办公地点离学校如此之近，甚至能看到孩子在操场活动的场景。这样的环境在北方城市几乎闻所未闻。周围几个小区中间必有一所学校，步行5-6分钟即可到达。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集中在居民区附近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区房。除了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基本配套，雄安的公共空间更是令人惊叹。每个社区都有精心设计的公园，免费的运动场所随处可见。在荣西的一个社区，沿河公园建设的美轮美奂，却几乎没有人使用，造成明显的资源浪费。类似的场景在雄安比比皆是。在未来公园中设有网球场、足球场、乒乓球桌、健身器材，全部免费开放，却少有人使用。这样的配置放在北京可能会排队使用，而在雄安却显得有些超前。奢华的配套与冷清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也是雄安当前最大的矛盾之一。一切硬件设施都已准备就绪，却仍在等待人气的注入。这就像在沙漠中挖了一个水塘，变成了一片绿洲，但没人来此地，再美丽的景色也无人欣赏。而随着更多北京优质资源的迁入，这座未来之城能否实现从空城到人城的转变，成为了摆在雄安面前最紧迫的课题。雄安新区的核心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。7年过去，从医疗、教育到央企总部，北京资源迁入雄安的进度如何？在医疗方面，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首家3甲医院，1期项目已全面投用。这是北京宣武医院在雄安设立的分院，带来了首都优质医疗资源。在荣东片区西北部 B 地块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也已开工建设。按照规划，雄安将引入40多所3甲医院，但目前实际只有7家进入建设阶段。教育资源迁入速度相对较快。北京4中、
北海幼儿园、史家胡同小学的雄安校区已进入竣工阶段。2023年9月，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正式开学，现有40多名教师和100多名学生。这些学校不仅建筑外观现代化，内部设施也按照北京标准配置，为雄安居民提供了与首都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。高等教育方面，进展则相对缓慢。按照教育部安排，北京将有15所部属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，但目前只有北京科技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工建设。北京交通大学西区综合服务楼已成型，但宿舍楼仍在建设中。北京地质大学与北京科技大学的园区大门虽已建成，但内部建设进度缓慢。央企总部迁入被视为雄安发展的关键。目前，中国卫星网络集团、中国中化控股和中国华能集团3家央企总部已明确将落户雄安，央企在雄安设立的各类分支机构超过300家。中国中铁、中国五矿等市场化项目也以产业集群形式落地。电信产业园1期已建成并入驻600人。然而，相比最初规划的雄心勃勃目标，当前进度明显滞后。计划中要迁入的央企总部有数十家，实际落地的仅个位数；规划建设的大学有15所，实际开工的只有4所；3甲医院规划40多所，目前仅7家有实质性进展。为这些未来将容纳数万人办公、生活的楼宇群做准备，雄安已建成数百栋现代化建筑，但大多数仍处于低使用率状态。工作日白天，许多写字楼内漆黑一片，底商卷帘门紧闭，部分楼层窗户尚未安装，楼间空地荒草与施工废料交织。这种资源迁入的缓慢进度与巨大投资之间的反差，引发了人们对雄安发展模式的深思。非北京央企的中小企业迁入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，转型升级成本高，技术储备不足，高新技术企业则面临人才吸引力不足的困境。有企业家直言，雄安的高端人才吸引力需进一步提升，部分企业依然面临用工荒问题。尽管如此，雄安仍积极探索新路径。2023年举办多场招商引资活动，聚焦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。管委会推出雄才 A 卡等政策，为高端人才提供住房补贴、子女教育、配偶就业等全方位支持。目前4000余家北京来源企业在雄安扎根，但多为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，产业带动效应有限。雄安急需更多领头羊企业落地，形成集聚效应。商务服务中心已有部分全国连锁品牌入驻，但大多数商铺仍挂着正在装修的牌子。即使在人气相对集中的奥特莱斯，周末客流也不及北京同类商场1/10。2025年2月，雄安启动一季度70个重点项目，总投资537亿元，表明建设步伐未停。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绝非易事，央企总部迁移涉及数万员工生活安排，高校搬迁需解决教师住房、科研条件等诸多问题。雄安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建筑和基础设施，而在于如何让这座城市真正活起来，让人、企业、资本愿意留在这里并创造持续活力。这方面的探索才刚刚开始。白洋淀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，是雄安新区的生态底色。这片面积366平方公里的水域，过去因过度开发和污染，退化至劣 V 类水质，严重制约了区域发展。雄安建设伊始，便全力投入白洋淀治理。高峰期时，数百辆运输车和挖泥船昼夜工作，即使在冬季零下10几度的严寒中，施工队仍动用破冰船，确保24小时不间断施工。经过5年治理，2022年4月，白洋淀最后一个重度污染鱼塘完成治理，整体水质提升至3类，连续4年保持良好湖泊标准。白洋淀的生态复兴带动了当地产业转型。过去靠打鱼为生的居民，如今开启餐馆，提供水乡特色美食。随着旅游人数增加，当地居民收入也显著提高。一位在养殖场工作近20年的工人表示，新区建设
正在改善居民的生存、生活和住房条件。这种新型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探索，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。雄安不是简单追求 GDP 增长和城市扩张，而是将生态价值放在首位，走出一条先治理后发展的路径。白洋淀综合整治工程被列为雄安新区建设的9大工程之一，投资规模数百亿元。在古老的水泽之上，未来之城正在崛起，而在未来之城的呵护下，古老的湿地正在复苏。这或许正是雄安新区最有价值的实验之一。对不起，这次让大家失望了。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参观雄安后的心声。已经建设了7年的雄安新区，距离最初设定的宏伟蓝图仍有相当距离。计划投资30万亿的新区，截至目前仅投资了8097亿元。计划40多所3甲医院，目前仅有7家。规划17所大学，现在只有9所大学进入建设阶段。曾经严格执行的房住不炒政策，如今也逐渐放开，普通人也可以来雄安买房了。有人认为，这座城市并非为普通大众设计，既不是为我们而建，我们大多数人也不配和这个城市有关系。作为千年大计，雄安的建设理念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完全不同。它不依赖土地财政，不发展高污染产业，不盲目追求 GDP 增长，而是试图探索一条创新驱动、绿色低碳、开放包容的高质量发展道路。然而，这种创新模式在现实中面临诸多挑战。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人口引入。尽管雄安拥有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但人气依然不足。央企总部迁移进展缓慢，高校搬迁遇到阻力，高端人才引进困难。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解释，至于为什么没什么央企愿意搬迁，你只要知道央企为什么在北京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就明白了。维护费用过高也是困扰雄安的另一个难题。金湖公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，仅87万平方米，不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1/10，但维护这样一个公园就需要100个工作人员，年维护费用预计达数百万元。而这个公园可能只占雄安面积的1/1000不到，整个雄安的维护成本可想而知。空城运营的高成本与有限的财政收入之间形成鲜明对比。没有大量人口和企业的税收支撑，雄安的财政状况面临挑战。而疫情影响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更加剧了这一困境。面对重重挑战，雄安开始调整战略。2025年2月，雄安新区举行一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活动，共计70个项目，总投资537亿元。这表明雄安仍在加大投资力度，希望通过持续建设激活区域经济。购房政策也在松动，从最初的严格限购到逐步放开，试图吸引更多人口。房地产销售从政策住房转向商品房市场化，70平米南北通透的精装修户型，单价达到13000元，但与当初25000元的疯狂价格相比，已经回归理性。雄安正在经历从理想规划到现实落地的艰难调整期，未来在政策上可能会更加开放，组织更多活动来吸引年轻人，也会用各种政策来吸引轻量型企业。政策以灵活机动见长，5年前还是房住不炒，如今已经悄然转变。雄安的困境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挑战：如何摆脱土地财政依赖？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？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体系？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，雄安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尝试和探索。在当今世界，能够动用如此巨大资源进行未来城市探索的，或许只有中国。雄安新区探索的不只是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道路，更像是一种基础科学研究，其成果可能让全人类受益。尽管面临挑战，但雄安的建设仍在坚定推进。观察雄安的发展，就如同观察一个社会发展的样本，一个完全由行政手段建成的城市，随着时间变化，其功能和任务也会随之调整。而这样一个壮阔的社会实验，无论成败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雄安新区这个耗资8000多亿、
规模相当于3个纽约的超级工程，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。它不仅是一座城市，更是一场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痼疾的系统性治疗实验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城市发展受困于土地财政依赖、房价高企、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。而雄安的革命性尝试，全面禁止炒房，不依靠土地财政，严控建筑高度，优先生态系统构建，直指这些顽疾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尝试，也是一次不容失败的冒险。然而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远比想象中遥远。计划投入30万亿，实际只投入了8000多亿，规划40所3甲医院，仅建成7家，计划引入15所高校，只有4所开工建设。华丽的空置商场、人迹罕至的公园、层层空置的办公楼，与宏伟规划形成鲜明对比。政策不断调整，最初的房住不炒铁律也逐渐松动。雄安的困境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矛盾：如何在不依赖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情况下维持城市运转？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吸引企业和人才？如何平衡行政力量与市场动力？如何协调发展速度与生态保护？这些问题不仅是雄安面临的挑战，也是中国所有城市必须正视的现实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雄安是中国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的实验田，其成败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城市建设的走向。奇怪的是，空城般的雄安却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眼中的躺平天堂。高配置的公共设施、低廉的租金、宽敞的空间、良好的生态环境，让一些厌倦大城市压力的年轻人动了搬迁的念头。一个荒诞的现实是，为精英阶层规划的雄安，反而可能成为年轻人避开竞争压力的避风港。无论如何，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实验，雄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座城市的成败。它的每一步探索，都是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与重构。在全球城市化加速的今天，这一探索不仅关乎中国，也可能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中国方案。如果有人给你一套雄安的房子，你会搬去生活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将决定这座未来之城的命运。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您的点赞、订阅和转发是对我们用心制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